自古以来，中国人的节日与传统历法、农事节气依伴而生。年复一年，佳节轮回，春种秋收，给养生息。节日是中国人生活中的浓烈印象。无论是祭奠先祖的功绩，还是凭吊乡愁记忆，亦或绵延家族谱系，这些特殊的日子皆成传统与文明，代代相传，与华人世界魂脉相牵。农历正月，中国黄河流域进入立春。这是一年24节气的开始，宣告着春天的到来。东风解冻，农人开始播种，大地展露新颜，这是孕育新生命的季节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这个时节里的祭祀活动最是多样。甘肃天水，每年的春季活动尤为隆重。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，天水依渭河而立。境内的麦积山佛教洞窟始建于1600多年前，佛龛开凿在垂直的山崖上，最高达80米。不过历史还可以继续往前。天水也是中华上古始祖伏羲的故乡。相传，伏羲造八卦，人与自然和谐的奥秘就隐喻其中。他把生活智慧传授后人。结网渔猎，驯养野兽，甚至拟定婚俗礼仪，是华夏文明的最早启蒙。祭祀伏羲的历史已近3000年。人们在春临大地的这一刻，铭记先祖，慎终追远。在天水伏羲庙，连续5天的公祭仪式是当地最盛大的庆典。伏羲祭祀仪式呢，对我们天水人来说，其实也是非常神圣和重要的，因为伏羲爷呢，他是诞生于我们天水。而且相传呢是生于正月17的时候。24岁的宋锦文，今年被选中参加祭祀大典，担任伏羲文化传承人。毕业于中医药大学的背景，让他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。这个姑娘们坐这一排。为了担任伏羲文化的传承人，你的形象、气质，甚至是你的学识背景，都是有一定的联系。伏羲祭祀礼仪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职位或者是角色，因此这次选拔祭祀礼仪的时候呢，经历了比较重要的几次选拔了。选拔之后仍然需要训练，祭祀大典有繁复细致的礼仪要求。你应该站在我什么位置？回来，站错了，重来一次。你应该是从我身后过去，然后站在我的右边，这是一个行为规范，以后不能犯这个错误。现在你应该站在我什么位置？
锦文的本职工作是伏羲庙的导览员，不过他还处在实习期，在祭祀庆典上的表现直接关系着他能否最终获得这份工作。我们按我们的原则，在3个月要进行一次这个考核，那个考核的结果，你能够证明你能不能转正，这是关键。为了担任伏羲文化的传承人，我真的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还有精力。说早上起来，我会在家里边练习好几次，对着镜子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尽管压力很大，宋锦文仍然很是兴奋。今天去那个伏羲庙，伏羲庙把我选成祭祀礼仪了。你真棒，妹子。那你祭祀礼仪主要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？主要是给他们呈送祭文，还有呈送祭品，就是领导。锦文的角色虽然不大，但伏羲祭祀对天水人来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。能够亲身参与其中，是一份难得的荣誉。要认真一点，这是一项比较严肃的工作啊。好，必须的呀。我们参加，肯定是大家看看啊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加油，妹子！伏羲祭祀大典日渐临近，礼仪排练工作紧锣密鼓。宋锦文的任务看似简单，却非常重要。在宣读祭文的最关键时刻，将由他呈上书写着祭词的文牒。那么你的任务主要就是要把这些祭文要送到指定的位置，一定要心里边有对祖先的那种崇敬之心、敬仰之心，好吧？排练刚开始的时候，最主要就是紧张。觉得它并不是想象中一份就仅仅是礼仪所做的那些事情那么简单。这个有2个问题啊，一个问题步子太大了，第2个问题就是盘子。盘子你要上升的时候，你不能是这样揣吃，然后你这个才升给别人。他的这个角色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每一个环节当中都不能有疏忽。随着低头再抬起来，再落下，往前一伸，所以内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。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其实是很来之不易的。宋锦文需要拿捏轻重，步步小心，在万众瞩目的祭祀大典上，他不能让自己有丝毫闪失。天水往东1500公里，江苏泰州的周城村。清明前后，气温回升，蛰伏了一冬的油菜已经开花。春天最重要的纪念活动将在清明后第2天举行。周城村东临秦湖，周围水乡纵横。南宋时，岳飞军依借水网，曾与金兵激战秦湖。老板娘，哎，你好。炒胡椒糕子。好。称狗的。水饺。10块油味饺。好。油味饺。竹子是撑船的好工具，历史上的那场战役，竹子甚至成为了兵器。不产。欧米五了。有欧米五的，有产的。竹竿经过特殊炙烤，植物油脂渗入竹纤维，变成更加坚韧的竹篙。这需要娴熟的技巧，火候掌握不好，竹子反而容易脆裂。顾鹏程的妻子已经怀孕，他和外公来挑选竹篙，为即将到来的秦童会船节做准备。外公德高望重，划船时历来只掌船头，他手中的竹篙也被称为头篙。在当地的风俗里，收藏头篙是对女子生育最好的祝福。今天是秦童会船的正日子。这里是李下河水乡地区最为重要的民俗活动。参加集会的船只统称会船。选会船，选高手，
每个村子都会派出自己的代表。秦湖上4乡8镇同场赛船，既是为了纪念当年战死的爱国英雄，也是当地人最为期待的春天里的盛会。出发在即，顾鹏程的船却突然遇到了故障。周城村所有的船都在驶向集会现场。如果引擎还是打不着火，在全村人面前可真是一件出丑的事情。我们那条船的那个发动机突然坏掉了，然后投稿手和我嘛，然后特别着急。沿线的都管我就这个，那可能个我的。哪个的帮我？然后错过这样1年1度的那个风俗比赛吧。这个螺丝松了，拧紧了就好。总算化险为夷，他们开足马力赶往会场。周城村向南约700公里，浙江丽水的小左村，梯田已经布满春色。同样是清明，因为更靠近南方，这里的绿色更为浓郁，农事也更为提前。清明既是24节气之一，也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。节气的设立最初是为了指导农耕，不过气象更新，春意盎然。无论是扫墓祭祖，还是踏青出游，都是与春天相聚的好时光。现代人远离故土，清明扫墓经常路途遥远。严挺正飞奔在回乡的路上。我是读小学之后就离开村子，然后就一直在外面，就没有回来。我想，如果我没有离开这个村子的话，我想我会像我们父辈一样，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吧，就一直在这个村里种田。严挺在丽水市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，成家立业都在城市，离开小左村已经20多年。看看，你看外面，以前爸爸我们小时候的时候，读书都是走这条路上去的嘞，看到了吗？到了。爸爸厉不厉害？厉害，爸爸厉害。这是在城市出生的儿子第一次跟随严挺回乡扫墓。800多年前，严家的先祖在小左村定居，子孙传继，严氏后人一直看护着家族墓地。哦，刘田，你回来了。哎，表叔。哦，儿子这么大了哈。我要带他回来，然后让他也看一下我们自己，严氏家族的一个祖先世世代代生存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祖祖辈辈就是都会从小就把小孩子带起来去，在清明的时候为自己的一个祖先去扫墓。就是因为这样一代代传下来，我觉得这东西不能断了，然后每年都会回来。过来。喂，好嘞。把拿着。小蔡爷爷。嗯。小爷爷。喂。爸爸回来了。奶奶呢？啊。带奶奶干嘛呢？奶奶在咋个？我回来啦。嗯。我跟爸爸回来啦。哎。看看，这是艾草，这个是米粉，然后我们把它揉在一起之后，就可以做清明果。揉。父亲教儿子制作的食物，丽水地区叫清明果，上海、杭州叫做青团，是江南一带清明祭祖必备的贡品。
第二天，更多的颜氏族人回到小左村参加清明扫墓，他们最远的要奔波7个多小时的路程。但无论如何，大家总算又聚在了一起，同心协力，捣出最劲道的米粉面团，挑选最新鲜的艾草着色，蒸出软糯清香的清明果。这是饱含有春天气息的家乡美食，也是奉献给祖先的一片心意。自我们有意识以来，就我爷爷他们就每年清明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们去给我们的祖先扫墓，然后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。在我们看来的话，这事情可能就是天经地义的，就是要自己去做的事情。先祖墓地被清扫一新，更为隆重的家族祭祀即将开始。越过小左村的梯田山林，继续向南，风俗与传统从乡村流传到都市。香港，钢筋水泥建筑的丛林。长洲岛，香港西南人烟最稠密的离岛。进入农历4月，1年1度的太平清醮就要开始。所谓清醮，原指僧道设坛祭神，驱除瘟疫。印有大红2字的平安包是仪式的象征。不过，太平清醮现在被人们习惯称作长洲包山节。攀爬高耸的包山，抢夺平安包，是这时候长洲岛上最热闹的压轴大戏。抢包、吃包，祭祀神灵也寓意平安。街巷中的这家饼店开业40多年，售卖平安包最是出名。喂 ，Hello， 黃家欣，你好你好，喺電視見到你嘅喎，咪啊？想要1盒紅豆嘅平安包。今晚比賽喎。係啊。點啊？有冇信心啊？信心一定有嘅，我食過紅包，食過會平安包打得好啲係嘛？40蚊。好，多謝晒，多謝晒。黃嘉欣是一位攀岩运动员，也是女子组抢包山连续5年的冠军。今年，她决定最后一次参赛，卫冕成功后就退隐江湖。足足18米高的包山，挂满了9000个平安包。参赛者需要在3分钟内尽力抢夺平安包。平安包挂得越高，分值就越大，但是参赛者必須在計時結束前跳下包山，否則就會被取消資格。包山嘉年華搶包山比賽現在正式開始啦！我仲有條咪線喺度。黃嘉欣身着10號比賽服，今年的對手中不僅有專業攀岩選手，甚至還有一名消防員。衛冕之戰並不輕鬆。我未試過喺攀石嘅比賽咧，係有咁多媒體去注視我啦，甚至乎香港嘅新聞係會直播我搶包山嘅比賽，所以我第一次玩嘅時候咧係比較緊張啲啦。咁又要令到自己咧喺限時之內咧，要好快將啲包搶入袋度，咁所以咧叫做好大嘅挑戰嘅。很遺憾，今年黃嘉欣的衛冕夢想落空了。咁所以喺最尾嗰10秒之內，原來發現棘住咗個器材啦，咁嗰度就解慢咗，所以落唔翻嚟啦。我諗住如果今次攞埋多一次嘅冠軍咧，可能下次就未必會玩嘅。咁而家呢個狀況就係推使我繼續去儲呢個冠軍。常州人歡慶的包山嘉年華，
为旧时候的风俗传统灌注了现代精神，成为一场娱乐盛会。这样的快乐会持续到深夜。而在秦童会船的现场，超过15000名撑船手，600艘会船，已经聚集在了秦湖水面上。金初次江夜，金武大师梅兰芳的名人金初次江夜。人们撑起竹篙，奋勇争先，旌旗迎风招展。金初次江夜。作为地级泰州市的新社区，江堰环境优美，人文荟萃。这是一场赛船盛会，却又仿佛古战场上的军事演练，致敬那些保家卫国的先祖和英雄。当年的宋金水战是秦湖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事，很多阵亡者就安葬在了水边。既有战死的将士，也有不知名的百姓。会船散去，就是水边的祭奠。这边都是他们过世的那个先祖啊，然后他们会带上米啊，然后一边撒一边烧纸，然后就祭奠这些有些没有名字的一些坟墓。无论是小左村的清明果，长洲岛的平安包，还是这里抛洒给陌生人的米食，都是希望逝者永生，先祖庇护，共同期盼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秦童会船节后的第2天，顾鹏程和家人迎来一个喜庆的日子。周城村每一户怀孕的家庭都会被赠送一只头羔，而顾家的送头羔尤其热闹。作为多年执掌会船的领队，外公德高望重，船队的高手们纷纷赶来见证。送头羔其实就是另一个祝愿别人早生贵子的一句话吧。送头羔就是送祝福，祝愿顾家快要降生的孩子，未来能手持头羔，独占鳌头。送羔的和接羔的一片喜气。顾家煮上汤圆款待来客，客人们吃汤圆很是讲究。用一根筷子吃汤圆，就是希望生一个儿子的习俗。如果用2根筷子的话，他有可能就是有生女儿，也有可能生男孩子的可能。浙江丽水的村庄也已经从睡梦中苏醒，600多名严氏后人回到小左村参加清明祭祀。去那头家了，自助们要开始。先炒菜，先炒菜，多少人？一水之流养千亩，一亩之茂应万代。这是先祖痛别故土之情由，缅怀列宗突遇创业之危机，小祖年事后裔，虽公都于四海，山泉可见，故迢迢远归。古今珍惜，饮水思源，仅此上达，先此上强，大礼告成，夫为思想。
祭祖仪式之后，便是亲人间的聚会，怀念先祖，更是感念家风流传。短暂的相聚之后，很快就要各自开始新的奋斗。其实我们严家传下来的家风就是吃苦耐劳，然后这也是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些世世辈辈出去闯荡的人。因为这个家风一直鼓励着我们，就是碰到困难也不要放弃，要坚持。所以我们这批人出去的话，基本上都能为自己闯下一片天。这个是族谱呢。哇，这么多本啊！这是老的，这是今年刚做的。这是我们1986年重修的啊，重修的。这个是你儿子的名字。对，在家谱上，儿子的名字紧跟在严挺的后面。历代先祖建祠立谱，用智慧维系传承。习俗家风则伴随严氏后人走出了古老的小左村。天水，节日的气氛越来越热烈。为期5天的伏羲祭祀走到了第3天，人们用各种活动纪念所有华夏后人的共同祖先。最为重要的典礼就在今晚。一直在刻苦训练的宋锦文，今晚要真正面对考验。我已经开始紧张。祭祀开始了，马上走。锦文静静地为父母祈福，希望以此缓解内心的紧张。我贴小红纸，希望能祈求妈妈身体健康，因为伏羲是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开创先河的人物。伏羲崇拜起源于黄河流域，如今的影响力已经遍及全中国。天水的伏羲春祭大典总是在凌晨举行，各地前来观礼的人群超过10万人。在现场有很多人，人山人海，但是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的父母和家人的，可能第一反应非常的高兴，高兴之后呢，紧接着就是紧张。尤其是我的父亲啊，因为他对我要求非常高，期望也很大，所以我害怕会让他失望。先生，有约，有约。民主。伏羲祭祀的礼制沿袭自数千年前。宋锦文的任务虽然看起来简单，却不能够有任何失误。他小心翼翼，完全沉浸在庄重肃穆的典仪气氛中。祭祀上场的时候呢，那个氛围还有那种仪式感，是绝对不能出错的。我端着的时候呢，我的胳膊一直在抖，但是我又得一直尽力控制。晚上天气已经非常非常冷了，但我感觉我自己都冒汗了。事业顺畅，万事如意。如果我真的能做好这份工作，就是不仅仅是完成了我们各位老师对我的一种期待，对，同时呢也是在我看来是为自己积善积德的一件事儿。我们这一次选他作为一个传承人，这一段时间在他的努力学习和认真的工作下，做了很多工作。这一次祭祀活动他做得还不错，那么作为一个考核标准，他是合格的。我心里特别的高兴，我的女儿作为这一次伏羲祭祀的司仪，做好这项工作，我们全家特别支持，我感觉到很自豪。这是华夏民族共同的祭祀，伏羲文化蕴含中国最早的祖先崇拜，是中华文明的奠基。
现代中国在飞速向前的同时，家国族群共同的记忆依然在闪亮。湖北秭归县，农历5月最重要的节日无过于端午节，秭归人更是如此。县城距离三峡大坝近在咫尺，长江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又一发源地，古往征战，英雄无数。秭归以屈原故里闻名。开始，明天就是端午节啊。那么，同学们最期待的端午活动是什么呀？划龙舟。实际上呢，端午怀古啊，是我们1年1度的一个重要的活动。在我们的很多影视剧中间都有屈原的形象，屈原活在全中国人的心里啊。每年端午节，语文教师王艳妮都要带她的学生体验传统文化。龙头博物馆、龙舟文化，这都是属于我们屈原文化的一部分。我们秭归人最重要的就是龙的传人、龙的精神、屈原的精神，一种求索，是不是？啊。端午是5月开始的第5日，夏至已经不远。最早的端午节，据说是从上古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。博物馆里摆放着各种龙头造型，古时候人们用龙舟祭祀龙祖。战国时诗人屈原在端午节投江殉国，后世便也在这一天纪念屈原。秭归人把端午节也叫做龙舟节，经常是全家出动观看龙舟祭祀。天啊，你看今儿好热闹哦，我们都看龙舟去，我们好蛮有意思吧？龙舟节盛大开幕。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。重头戏是游江招魂祭祀。屈原自沉的汨罗江远离故乡。民间故事中，屈原妹妹划小船，把米食撒入江水，劝诫河神不要伤害亲人，也呼唤屈原魂归故里。无数秭归百姓加入其中。现在，一对小船代表屈原的妹妹，大龙舟环绕周围，代表秭归百姓。祭祀的场景如同往事再现。严挺的清明之行即将结束，他很快就要重新回到城市。哇，他爷爷都打不过你嘞。在回乡祭祖的这几天，严挺努力给儿子营造更多的故乡记忆。小左村在一年一年地发生变化，但共同的回忆将挽留旧时光。严氏家族的清明习俗也将由此传承。我这次带我儿子回来，主要是，因为我想把这个传承，传递给他。那么我想就是做成这个相册，让他以后自己能够看看。然后他小时候也来过自己的一个老家。台湾北港，夏日临近，大街小巷都是一片节日景象。农历3月23是妈祖诞辰，来自台湾各地的信众们一起加入了声势浩大的生日庆典。妈祖
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民间信仰。台湾岛上最大的妈祖庙就建在北港。林茂贤从台北赶来参加庆典，他多年研究台湾民俗文化，也是妈祖虔诚的信奉者。北港妈祖庙呢，很有可能是台湾本土第一座的这个妈祖庙哈。它也是这个地方的民间凝聚力的一个中心啦，而且呢，它也是一个商业中心，所以呢，它是兼具了信仰啦、社会啦，还有商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。宗教信仰在所有的华人世界里面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灵的一个支撑。华人移民到世界各地，唯有依靠宗教信仰的一个慰藉。台湾的妈祖崇拜也是跟随移民传入的。台湾海峡对岸的福建湄洲岛是妈祖信仰的发源地。黄玉芳从小在台湾长大，她正在筹拍一部纪录片，讲述妈祖文化。正是在林教授的指引下，黄玉芳第一次从台湾来到湄洲岛，寻访妈祖崇拜的渊源。因为我们家的人本来就会拜妈祖，所以从小就会觉得说妈祖就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有经过一些身体力行的实践以后，有更感受到说那个妈祖文化的力量是多么大。北宋年间，妈祖出生在湄洲岛上的渔村，他精通医术，救济渔民。去世后羽化升仙，接受历代朝廷褒封，被称作大海上的保护神。而在台湾岛上，信徒占人口的70%，使妈祖成为台湾岛上最为重要的精神信仰。看到那个香炉，那个香炉其实是我们那个台湾同胞捐赠的，不远千里从台湾海峡用渔船运过来的。那时候因为很早了，很早之前没有机械，只有我们那个人工。之前那个台阶他们也是扛上来的。今天就要摆贡品，因为明天是妈祖的诞辰。我们也会给妈祖梳妆打扮。如同台湾北港，信仰妈祖的华人地区都会在妈祖诞辰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。但是在妈祖的家乡，一切又如此不同。黄玉芳充满期待。明中雷虎明号。今天是海上和平女神妈祖诞辰1058周年。今天这个妈祖的诞辰的日子的时候，看到就是广东的天津的然后福建其他地方的各地的信徒都来了。对，那他们都会盛装打扮，穿着他们觉得像妈祖祝寿最有诚意的衣服，然后扛着那个轿子进来，然后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哇，不知道怎么说，我觉得蛮感动的。对，就是说大家就是那个盛装，有点像是1年1度来跟妈祖相会的那个感觉。湄洲岛所在的福建是著名的侨乡，妈祖信仰跟随福建人的脚步，不仅传播到台湾，也传播到日本和南洋。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。现在世界范围内，妈祖信徒有近2亿人。我们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，
从海内外齐聚妈祖圣地，隆重举行妈祖诞辰纪念大会。对，所以来到这个岛上看到那么多的就是居民，就是很虔诚的信徒的时候，就觉得啊，这个岛就是妈祖的文化的岛的那种感觉。妈祖文化航以梅州，属以世界，是小奶奶共同的精神财富。妈祖信仰在不同的华人地区不断变化发展，有了不同的样貌，但是回到湄洲岛，总能找到同根同源的感觉。黄玉芳的探访之旅即将结束，湄洲岛与台湾隔海相望，她在这里找到了心中的信仰圣地。这2天已经在湄洲看了蛮多的东西，也有体验一些东西。那最感动的部分啊，还是到了湄洲妈祖主庙的地方。当然这里的文化可能跟台湾的文化有一些不一样。你从哪一个庙分灵过去的时候，你要定期回到这个庙，就是保持你的那个神灵的灵力，这样。就是我们在台湾就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们不会说那么多个妈祖一起回到这个祖庙这样子。这里的扛神教的人大部分是女性，可是在台湾扛神教的人，我记得大部分都是男性。其实是因为这个岛上过往就是男性就是渔民，那现在很多就是外出工作，所以这些信仰祭祀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女性在做。对，这点是我觉得特别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。会有点像是寻根吧，或者是有点像是朝圣，因为这里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信仰的圣地。其实就是到了这个岛上，到了这个妈祖庙，你看到了妈祖，看到的这些信徒，他自然会给你答案。生命流转，佳节永续。人们常说清明祭祀，端午怀古，死亡从来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回望先祖，要铭记前辈的传统，也要踏青出行，因为万物更新。中国人从春天走到夏天，在节气时令的更替中，一路守望。新的生活已经在纪念中前行。想在这里求得一个好姻缘吧。在下一集中，我们将认识中国的女儿节。七巧节在我们驻村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，和更多独特的中华节庆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